回到这个，我们谈到邓小平南巡，刚刚提到很重要的关键是江泽民哦。我们知道他最后是以这个陈云派的部分为主哦。大家会好奇这明明看起来中共的这种接班都是上位推荐下位，我相信这个一定也是邓小平当初所属意指定的部分，最后为什么会闹翻吗？还是如何？那为什么江泽民反而去压另外一边的派系？他中间的转折或者他背后的盘算到底是什么事情？这部分是不是也请老师可以跟我们盘解说明一下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需要先讲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段中共高层的派系，还有就是受这两派较劲的影响，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是怎么样的？80年代初的时候中共高层是把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赶下台了，之后呢，就形成了以两派势力为主的一个寡头政治。这两大势力之一是邓小平派，那么它主要政策是经济改革，主要实力基础是对军队的控制。那另一派就是陈云派，那么他这个陈云派在中共的组织部门、宣传部门、这些党务系统，还有国务院经济各个部门都有根深蒂固的势力。那在经济政策方面呢，陈云派是坚持不能够放弃计划经济这个共产党的经济控制机器的。那么在那段时间，中共高层的两大派争斗，就是中共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左右摆动的根源。那么这两大势力各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，往往会改变中国经济政策的方向，同时也造成高层政治天平向某一方倾斜。但是呢，这两大势力各自对重大经济政策的影响，往往会因为效果糟糕而产生反作用力，就是说，它会导致另一派得到改变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倾向的机会。那讲到邓小平和陈云之间他们两个人既有高度的共同点，也有截然相反的政策目标。所谓的高度共同点就是呢，双方都强力捍卫中共的统治，为此会不择手段。比方讲6·4镇压问题上，他们两人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。那么所谓的政策目标相反，就是说主要是在经济改革方面立场是相对的。由于这两个派系的领袖的这种政治特点，所以他们不至于为了争夺权力而闹翻盘，但是只要一有机会，双方还是会表示相反的看法和主张，并采取有利于自己这一派的行动。那么经济局势和这个政治局势的变化是经常会出乎这两派的意料的。比方讲，邓小平没有料到他的价格闯关决策会闯下大祸，所以当他自己这一派处于易于被对方攻击的位置的时候，邓小平就制服下来，等待有利于自己的时机，然后听任陈云派大展宏图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一派这个陈云这一派意气风发的时候，另一派就不会大吵大闹，而是悄悄地等待对方的会走麦城那一天。走麦城是三国那个关云长的故事。那这种政治天平的上下摆动，建立在两派彼此完全不同的经济信念基础之上。那么邓小平认为说呢，经济改革还是必须的，只要不动摇共产党统治就行了。那陈云则相反，他认定说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只有用计划经济的制度才能管好，所以他不愿意看到计划经济体制被邓小平的改革削弱，而且他坚信说，计划经济之下不会出现经济困境的。那么1988年的时候，邓小平虽然在经济决策上失败，并且失去了经济决策这方面的权势，但他手握军权，然后在6·4镇压问题上得到了陈云的坚决支持。这样的话，中共元老们就联手镇压了8·9民运。那么6·4镇压以后，邓小平并没有能做到一手遮天，相反，他是在陈云派的反改革攻势面前，邓小平只能忍气吞声。所以中共的政治天平和政策天平就明显的开始倾斜到有利于陈云派、不利于邓小平派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当中，江泽民站到了陈云派这一边，成了邓小平的政治对手。那么
由于价格闯关的失败啊，邓小平就不得不让陈云派去接手这个经济决策事务，于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天平就开始朝这个反改革的陈云派倾斜。那么陈云的地位也得到巩固。与此同时呢，中共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利于邓小平的倾斜。那么6·4屠杀之后，中共内部的保守派的这种反改革政策，又导致了这个邓小平在经济改革方面影响力大大削弱，同时导致陈云的反改革派重振旗鼓。这种局面呢，就是邓小平自酿苦酒啊。那么陈云派从1988年秋天崛起，其势力之大，一直就让这个6·4以前就奉召进北京代替赵紫阳的这个江泽民啊，只能紧紧的跟随。那么后来陈云派的得势呢，也产生了自种苦果的结局，于是南巡才成为邓小平翻盘的转折点，而江泽民便变成邓小平敲头警告的对象。那江泽民是中共在6·4镇压之前由元老们集体商议选来当总书记的。1989年5月20号，江泽民应召赴京上任办事。那么元老们选中江泽民呢，是因为邓小平这一派已经接连失去了胡耀邦和赵紫阳2个人，那么陈云派得势，就因此就选了江泽民。虽然邓小平派和陈云派啊，在6·4镇压上步调是一致的，但是在经济改革政策上是南辕北辙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邓小平对江泽民从一开始就不放心。这个有一本书叫做《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》，这个原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。他在序言里介绍啊，邓小平当年召江泽民进北京以后，曾经特地对江泽民当面讲啊，他说毛在，毛说了算；我在，我说了算。话很简单，意思非常强硬。那么邓小平当时这样子交代，其中有2层意思是非常明确的。第一就是赵紫阳虽然下台了，但赵紫阳推动的经济改革不能变。第2层意思就是你不要想着陈云会支持你江泽民，你的位置稳不稳是我来掌握的。然后1989年5月31号，邓小平又找了听命于陈云的另外2个政治局常委，当时的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，专门打招呼给这2个人讲，改革开放政策不变，几十年不变，11届3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，13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不能动。那么这番交代呢，是警告李鹏和姚依林不要跟着陈云推翻邓小平的改革路线。邓小平话讲得很硬，招会都达到了，那他达到目的了吗？没有，他很快就失败了。那6·4镇压之后不久啊，东欧的风云突变，一连串共产党政权垮下来了。那江泽民随着陈云派那些意识形态官员们就开始了反和平演变。那江泽民觉得说，赵紫阳推动的经济改革已经被陈云否定了，那么陈云偏好这个计划经济，当然就是共产党的正宗制度。何况邓小平的架构闯关也失败得很惨，造成的经济局势恶化。那么东欧剧变又表明说，要防范共产党制度从内部被动摇，就要坚持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。这样的话，江泽民就开始对邓小平阳奉阴违了。最近啊，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发表了邓小平南巡30周年的系列文章，当中有一篇是批判江泽民的文章，叫做《南方谈话前后2种力量的博弈》。这篇文章把当年江泽民和邓小平对着干的不少细节披露出来。比方他提到，江泽民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头政治之下，又有赵紫阳、胡耀邦的前车之鉴，他干任何事都必然要看风向。然后1989年7月1号，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时候，把中共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争挑明了。那江泽民如此表态，从侧面反映出来邓小平当时的处境，中共党内的政治风向已经偏向保守派。这一段话就是中共官媒刚讲的。
那么中共还有一位新华社前记者叫杨继绳，他出了一本书叫《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》，这本书就披露了一些当年江泽民和陈云派对邓小平的批判。这书里面说，当时有的报刊开始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，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，然后批判市场化，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，也批判股份制，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，认为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，滋生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，乃至为剥削阶级思想上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，然后就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改革。那么多位新闻前面提到的文章也说啊，当时中共党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、反和平演变的声音甚嚣尘上。那么中共官媒现在是披露了已经逝世的江泽民当年的作为，但同时也就暴露出来邓小平当年的窘境。倘若陈云派继续得势，邓小平最终被批判，就在劫难逃了。那么邓小平为什么受到打击而不反击呢？邓小平试过，他曾经试图反击的。1991年新年，他到上海过年，他在上海对陈云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不点名的加批评。然后1991年3月，上海的《解放日报》转述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，但是邓小平的讲话在北京，在上海是登报纸了，在北京沉水了，沉到深水里去了。中共中央的各个报刊态度极其冷淡，有的报刊甚至组织了对邓小平言论的批判。傅高义在他那个《邓小平时代》一书当中记述啊，说当时邓小平对北京的保守的经济政策十分不快，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说了算，也没有办法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布自己的观点。那为什么邓小平只能憋在自己家里生闷气呢？其中关键在于说，邓小平和陈云的争斗当中啊，谁也不打算消灭对方，毕竟他们还是维护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战友，所以他们彼此争斗的铡刀，最后落到谁头上？落到那些对方的主将身上去。比方讲，陈云对赵紫阳始终怀恨入骨，恨之入骨。那么6·4以后，江泽民批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，所以邓小平对江泽民也同样恨之入骨。但是啊，邓小平要等到陈云派失势的时候，才能够拿江泽民来开刀。